乌克兰与俄罗斯纠缠了那么久，本来火力军还觉得会继续拉锯战了，谁能想到就半个来月的时间，乌克兰就差点将俄罗斯赶回老家，夺回了大量土地，甚至国内都想让普京退位了。在获得如此大的战争优势的情况下，乌克兰自然是乘胜追击，加紧集结人马反攻俄罗斯。顺便呢，也再次向美国申请一系列的进攻武器，其中一种如果到了乌克兰手里，说不定能够再来一次莫斯科保卫战。看到乌克兰的申请，俄罗斯赶紧表示要冷静，千万不能给，不然我打不过呀。究竟是什么武器让俄罗斯这么紧张？除了这项武器，美国还会给予乌克兰什么样的帮助？为了能够进行有效打击，这2天乌克兰编列了一项新的武器清单，一口气列出20多种进攻性武器，其中就包括能打击300公里以外目标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除了这个杀手锏以外，乌克兰还想要海马斯火箭炮、坦克、无人机、鱼叉反舰导弹以及2000枚火箭弹。看到这个清单，俄罗斯真的坐不住了，真不能给 ATACMS 导弹呐，要不然我还怎么打呀？如果泽连斯基有了这个300公里射程导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对顿巴斯地区实施打击，像空军基地、高级指挥所、弹药库等，甚至俄罗斯境内的主要城市、工业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部门都将受到直接威胁。因此，俄罗斯立马在国际上表示强烈抗议。你们这样做，相当于美国直接参与和俄罗斯的军事对抗。不过之前海马斯也是强烈抗议，说的话也是很相似。但说真的，就算美国真的参与进去了，你又能怎么样？说不定还能早点结束战争，让欧洲能过个暖和的冬天。火力军觉得蛮好的，一次性向美国要这么多武器，为啥俄罗斯单单点名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呢？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海马斯火箭炮和 M270 火箭炮，以及射程达70公里的重型制导火箭弹等武器。在火炮质量上，乌克兰已经超过俄罗斯了。但是海马斯与 M270 只能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对轰，对付俄军重要军事设施或者基地却并不容易。如果乌克兰能够获得 ATACMS 战术导弹，那么就可以打击一些原本海马斯无法进行打击的战役纵深内的重要目标，甚至可以威胁到俄罗斯境内的重要城市。之前乌克兰也是找美国要了好久，但美国不想跟俄罗斯彻底翻脸，担心乌克兰拿着这玩意儿攻击俄罗斯境内，引发俄罗斯与北约的更大冲突，所以一直没有选择给乌克兰。不过现在美国就连 AGM-88 都已经给了，再给几枚 ATACMS 战术导弹貌似也没啥。不过也有证据表明他已经来到乌克兰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表示，乌军手中已经拥有 ATACMS 导弹了，只是美国目前还没有解开它的限制，防止乌克兰一不小心打到莫斯科，那样普京就彻底急眼了。不过这种导弹比较昂贵，美国就算提供也有可能是早期版本，在数量上也不会太多。如今的乌克兰从北约那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先进武器，当然不能排除美国也把 ATACMS 导弹送出的可能，偷偷来到乌克兰也很正常，毕竟当初的 AGM-88 也是暗地里出现在乌克兰的。如果不是战场上出现它的残骸，俄罗斯完全不可能想到是什么摧毁了 S-400。另外，前段时间火力军一直在说，西方国家有可能会为乌克兰提供战机。如今这个苗头越来越明显了。目前北约正在讨论长期向乌克兰交付多用途战机和先进防空系统的可能性。事实上，从最近几次的军援中，火力军就能看得出来，北约早就取消了对乌克兰军援的装备限制。在俄罗斯刚开始入侵的时候，北约主要提供小型武器、便携式防空反装甲武器等。但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全面开战之后，这些军援的装备已经变成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重型装备了，然后是转为重型火炮，现在正在谈论用现代防空导弹系统装备乌军。最后一个阶段将是西方尝试用现代武器装备乌克兰，例如无人机、战斗机和 ATACMS 系统等。美国已经在乌克兰提供多套中程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这种防空导弹系统主要使用地面发射的 AIM-120、AIM-9 空导弹，
相比乌军现有防空系统，将会进一步限制俄罗斯空天军的行动，而且该防空系统雷达技术相对先进，也会给俄军本来不算成功的防空压制作战带来新的麻烦。另外，前些天美国刚宣布几十亿的军援，在本周宣布向乌克兰再提供6亿美元的援助。德国也决定追加提供2台火星2号多管火箭发射器，以及200枚火箭弹和50辆装甲运输车。德国还将训练乌克兰士兵，在提供火箭炮的同时，除了直接提供武器的方式外，德国与希腊之间的关于环形交换的谈判也已经结束。德国将向希腊提供40辆黄鼠狼式步兵战车，而作为交换，希腊则会向乌克兰直接提供40辆该国的步兵战车。乌克兰自8月底发起的大规模反攻行动，如今在哈尔科夫方向取得了重大进展，夺回了大量领土，并重新控制了包括伊久姆在内的多座战略重镇。俄军几乎是遭到一场溃败，撤退时留下了大量重型装备，可谓是3月份以来俄军在被迫撤出基辅的最为严重的军事损失。鉴于反攻的重大进展，乌克兰也想稳固战果，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乌军的最新作战目标。其一是要保护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免受打击，其二则是夺回顿巴斯地区，并强调想要达成这些目标，需要北约提供更多更先进的武器援助。这是乌克兰开战以来取得成果最多的一次反攻。俄罗斯为了找回面子，已经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实施精确打击，所以乌克兰才说当前目标之一就是保护基础设施，而这一点正是需要北约帮助乌军建立可靠的防空力量。俄罗斯这一次被乌军夺回了不少地区，甚至还损失了不少士兵和装备，这也导致俄军整体士气非常低落。乌克兰能在这次反攻中取得这么多的战果，背后少不了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美国所提供的情报支持。可以这样认为，俄罗斯对抗的不再是乌军，而是整个北约。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可以说已经完全出乎俄罗斯和外界猜测。目前俄罗斯也承认，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从近代以来很难找到第二例。目前乌军已经抵达乌俄边境地区，如果使用远程武器，乌军就能够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而这时候正是需要 ATACMS 导弹的时候。如果乌克兰炮兵部队将海马斯部署在这个地区，仅仅依靠常规火箭弹就可以达到俄罗斯境内。如果再拥有 ATACMS 导弹的话，完全可以对俄腹地发动攻击，射程可以涵盖斯莫棱斯克、库尔斯克，甚至莫斯科和伏尔加格勒等重要城市。目前乌克兰已经动员了45万兵力，北约越来越多的先进装备也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东欧援助的几十架可以发射 AGM-88 反辐射导弹的米格29战机，这些已经为俄军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目前俄军还有一定的制空权，但面对 AGM-88 这个雷达杀手，着实有些有心无力。一旦俄军的近程和远程防空系统遭到破坏，乌军的 TB2 无人机就能对俄纵深目标实施打击，这对于俄军来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消息。本身乌克兰军队手中的西方制式远程火力武器就已经让俄军够头疼的了，反辐射导弹的到来很有可能让俄罗斯的反炮兵雷达无处遁形。在西方大力援助和乌军士气高昂的情况下，俄军能不能守住现有的战果并完全拿下顿涅茨克，将是对俄军的最大考验。尤其是俄军能够付出多大的代价。目前俄军前线兵力已经不足，俄罗斯要想实现已定下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进行增兵，并将更多资源转入战时状态。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俄罗斯整体经济运行，所以接下来对俄罗斯是一个重要节点。怎么选还得看普京如何去衡量。在乌军告捷的情况下，泽连斯基也是亲赴哈尔科夫前线为乌军鼓舞士气，并准备将下一步目标指向顿巴斯。泽连斯基并不是第一次视察前线，但他这一次是在宣称夺得6000平方公里领土的情况下前来打气的，目的明显是要让乌军一鼓作气继续行动。乌克兰副总统也表示，乌军这次反攻取得的胜利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并且声称乌克兰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停火协议，也没打算现在与俄罗斯谈判，必须在全面作战结束以后才会进行谈判。乌军也乘胜追击，打算一举拿下俄军在顿涅茨克的红利曼。
不过目前俄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前线，乌军进攻部队在这里遭受到了密集的炮火覆盖。红利曼市地势较高，可以居高临下充分发挥炮火打击威力，对仰攻的乌克兰军队很有杀伤力。还有一点就是，北顿涅茨克河将成为乌克兰进攻部队的死亡线，乌军的任何舟桥强渡行动和武装求渡行动都难以经受俄军重炮毁灭性打击。而且随着俄军的 DPR 部队重新扎稳阵脚，乌克兰刚刚开辟出来的反攻走廊内的部队很可能要为这次行动付出惨痛代价。对于俄军来说，如果红利曼再丢，乌军就将大举进攻卢甘斯克。俄军这几个月最大战果之一，也就是卢甘斯克全境就将不保。在火力军看来，比起伊久姆，拿下红利曼对乌军来说更为重要一些。红利曼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交界处的一个交通枢纽，是目前俄军距离重镇斯拉维扬斯克最近的城市，是斯拉维扬斯克北方向的一个前出防御点。对于乌军而言，只要红利曼还在俄军手里一天，斯拉维扬斯克就永远是一个前线地区。其次，红利曼对于哈尔科夫州和北顿涅茨克也很重要。库皮扬斯克所在的哈尔科夫地区被奥斯科尔河一分为二，由于苏联时代在这里截流修了水库，目前乌军在奥斯科尔河下游不具备渡河条件。乌军如果想要到对岸，只能修桥、架浮桥或者从红利曼绕行。再就是等冬天封冻，所以乌军只有打下红利曼，才能威胁斯瓦特沃、库皮扬斯克东区。如果说伊久姆库皮扬斯克丢了，等于丢了哈尔科夫，那么红利曼丢了，就会导致整个卢甘斯克方向上的溃败。这个溃败再传到顿涅茨克方向上，顿涅茨克溃败又会影响到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甚至克里米亚。你们觉得在红利曼这个战场，是乌军闪电反击受阻，还是俄军一败涂地呢？北约会不会再援更为先进的装备来帮助俄军呢？俄罗斯内部的压力，普京又能坚持多久呢？欢迎评论区谈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